我是京城最好打发的真千金，上京讨债，债主没找到，反而发现自己是流落在外的尚书千金。我大大咧咧地说道：“我知道，你们不待见我这种混江湖的女子，只要给我100两银子，我立马销声匿迹，再不打扰你们的富贵生活。”真假千金的话本子我看过许多，我爹娘已经有了一个知书达理、名满京城的长女，还有一个前途无量的儿子。若是我回去，必定影响他们的名声。尚书府无人说话，我以为是自己狮子大开口吓到他们了，犹豫了一下，又说道：“实在不行，你们给我50两，再少确实不行了。”因为我师兄等着钱救命呢。我爹娘没说话，脸上露出为难之色。长姐忽然扑通一声跪下，说道：“爹娘，我愿意把婚事还给妹妹。”难怪我忽然出现，让他们这样为难，原来是为了长姐的婚事。我年幼时与定北侯世子定亲，可我失踪多年，婚事悬而不决。半年前，家里与侯府商议，让世子与我长姐弟弟到漠北再寻我一次，若找不到，婚事作罢，不必再耽搁世子。他们苦寻3个月，还是不曾有一点我的踪影。世子不慎被沙匪掳劫，是我长姐救了他。我弟弟指了指长姐腰上的玉佩，说道：“世子已经给了长姐定情之物。”我不由得看过去，竟然觉得那玉佩有些熟悉，因为半年前我也在沙匪窝救了一个贵公子，当时我俩双双中毒，看不清事物。后来我照出血蝎，这才带他杀出重围。可惜我来时遗失了那枚玉佩，后来时间仓促，我也没机会询问贵公子的姓名来历。长姐见我在打量那枚玉佩，慌忙遮挡住，我一阵无语。我是穷了点，可也不会当面抢劫吧？我挠了挠头说道：“什么柿子苹果的，我都不在乎，给我50两，我立马就走。”我娘却冷淡地质问我：“你虽然与我长女容貌相似，可那也不能代表你就是我的女儿，你有什么证据？”我既然敢来，必然是打听仔细了。我问道：“我幼年时，夫人是不是曾经给我吃过一株天山雪莲？”我娘是漠北名将之女，我听说18年前，皇上赐给我外祖父一株天山雪莲，那是绝无仅有的珍品，可解百毒。我挽起袖子，露出胳膊上大大小小的伤疤。我爹娘脸色齐齐一变，我胸有成竹地说道：“我10岁之前都在沙匪窝做血参，你们曾在漠北生活，当知我能活到现在，必定是依靠天山雪莲的药性。沙匪会豢养一种杀人不见血的蝎子，这种蝎子在成年之前以吸食孩童的血液为生，漠北人便称喂养蝎子的孩童为血参。我大师兄说过，寻常孩童抵不住血蝎的毒性，做血参第3年便会七窍流血而亡。可我硬生生的扛过来，只能说明我血液里有天山雪莲的药性。”我娘紧绷冷淡的脸色瞬间褪去，她急切地走过来，抓住了我的手。我爹也激动地说道：“是勋照，是我们的女儿。”我弟弟见我执意要走，赶紧跟我解释了一下。我爹娘对我冷淡警惕，是因为这些年来冒名顶替的人太多，他们经历了太多的失望。我心里有些酸涩的想着，原来他们并不是不愿意认我。我长姐见状，哭着说道：“爹娘，我愿意把婚事还给妹妹。”其实什么柿子苹果的，我根本不在乎，救我师兄最要紧。我赶紧让我爹娘出银子，给我师兄找大夫。师兄解了毒，要走，他让我留下。我难过的说道：“师兄，你不要我了吗？”我师兄暴躁的说道：“陈小武，你少给我装蒜，你自己数数，耽误了我多少姻缘，我这些年的老婆本全让你吃光了。”我更难过了，叹气道：“长兄如父嘛，师兄，我可舍不得你。”我师兄揉了揉我的头发，说道：“陈小武，你也别心中有愧，我知道你想留在京城享受荣华富贵，咱俩谁跟谁，别演了。”我立刻擦了擦眼泪，丢出1袋银子，说道：“师兄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从今往后，我要做个锦衣玉食的尚书府嫡次女。你快走，别耽搁我享福。”送别了师兄，我娘安慰我：“乖孩子，让你师兄远走也是为你好。京城的人最讲究门第出身，你若总是带着一身江湖习气，我怕他们看低你。”我娘还怕我一时义气跟我师兄跑了，我爹更是让家中侍从日夜盯着我。其实呢，我根本不会跑，人在江湖飘，风吹日晒，总是挨刀，有什么好的？我弟弟憧憬地说道：“二姐，混江湖多好啊，京中的日子很无聊的。”我瞥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你知道我为何叫陈小武吗？”弟弟想了想，问道：“二姐前面还有4个同门吗？”我微微一笑：“是的，你真聪明。”弟弟又兴奋地问道：“他们人呢？会来京城看望你吗？”我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都死了。当然，杀他们的人也都被我跟师兄杀了。漠北的赏金猎人都是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过日子，今朝生，明日死。所以我们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，不攒银钱，不成婚，过得洒脱，
却也没有未来。我能找到权贵之家做靠山，师兄为我高兴，因为我从此告别了江湖恩仇。每一个江湖人做梦都想上岸，可惜从踏入江湖的那一刻就身不由己了。我弟弟一时语塞，我娘朝着他屁股踹了一脚，瞪着他说道：“往后不许同你二姐说这些。”他牵着我的手往内宅走，去试试娘给你新做的衣裳首饰。再过阵子，娘带你去参加赏花宴，到时候你见见世子。我长姐执意要把婚事让给我，我爹娘商议了一下，将我们姐妹叫到跟前，他们拿出了给我们准备的嫁妆，长姐的比我多一些。我娘说：“阿元，你别怪娘亲偏心，妹妹在外吃了太多苦，她若真的看上了世子，愿意嫁过去，这桩婚事你就该让。”我长姐立刻说道：“娘，我本就不是您的亲生女儿，能有今日富贵已经知足。至于婚事与嫁妆，都留给妹妹，我不要。”我这才知道，原来长姐是我姨母的女儿。当年我娘要跟我爹回京时，姨母病逝，长姐在家被虐待，我娘不忍心她受苦，便把她认作亲女，带到了京城生活。我看着爹娘愧疚，长姐伤心，这事儿闹得我回家一趟，嫁人的事情倒成了大家的心头病。我指着长姐的玉佩问道：“爹娘，京城之中还有人有这样的玉佩吗？”我爹想了想说道：“世子的表哥康王殿下有一枚，怎的了？”我想起当年在漠北一别被我救的人说过，你若来京找我，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报答你。我当时乐了。以身相许也愿意啊？他蚊子哼哼似的说了一句：“愿意。”我大手一挥，豪爽地说道：“婚事不必让了，我要当王妃了。”我爹娘听说我曾在漠北救过康王，都很吃惊。弟弟惊奇地说道：“那可太巧了，长姐救过世子，二姐救过王爷，两位姐姐真是女中豪杰。”说起这件事情，我倒是挺好奇的。长姐看起来并没有习过武，她竟然能把世子从沙匪窝救出来，难不成她会什么暗器，又或者御兽之术？我赶紧问道：“长姐，你是怎么救出世子的？我当时跟王爷目不能视，他都晕了。若不是我能够召唤血蝎，算了，还是别说了。我养了一只血蝎，还有一条蝮蛇，说出来怕吓到他们。”弟弟却追问道：“二姐，听说混江湖的人都有个花名，你叫什么？”我望天庄，高深莫测。弟弟满脸憧憬地说道：“二姐貌美灵动，善用长短刀，必定有个仙女一样的花名。”区区不才，江湖人称蛇蝎女。我赶紧转移话题：“长姐，咱们挺有缘分的，是不是？”我娘皱了皱眉，看了一眼长姐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长姐强颜欢笑道：“是啊，有缘分。”夜里，我在院子里练刀，敏锐地察觉到我娘来了。我立刻停下，装模作样的看书。我娘走过来，没好气地说道：“别装了，书都拿反了。”我对她嘿嘿一笑。我娘拿起我的刀，沉默地看了一会儿，列了一套刀法。我看得目瞪口呆。我娘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瞪我一眼，说道：“你娘可是漠北大将军的女儿，难不成你以为我只会相夫教子，给你讲规矩？”我由衷地赞叹道：“娘真是英姿飒爽，巾帼不让须眉。”我娘骄傲地道：“当年我也是跟着你外祖父上过战场的，仅靠这套刀法，把你爹这个钟鸣鼎之家的贵公子迷得非我不娶。”他说起往事，有着浓浓的追恋。我瞧着他刀法并不生疏，便知道他私下里也在勤加练习。可他平日里表现的完全是个举止规矩的贵夫人。我娘拉着我坐下喝茶。小五，娘很遗憾缺席了你12年的人生，今晚来找你，也是想同的说些交心的话。在我娘悠悠的语气中，我才知道她也不是一下子变成这样的妇人。曾经的她行事不拘小节，敢怒敢言，从不让自己受委屈。她跟我爹回了京城，被家里的规矩束缚的烦闷，还是我爹争气，升了官立刻搬出来住。一开始我娘不屑与京城中人相识相交，旁人都在背后嘲讽她是漠北来的粗人，长姐跟弟弟也因此被排挤。还是祖母把我娘叫过去，与她促膝长谈一番。我娘追忆道：“你祖母是个很睿智的长者，她说京城有京城的规矩，漠北有漠北的规矩。真正活得洒脱明白的人，并不是一味的抗拒，而是顺势而为，把真实的一面留给亲人、朋友、爱人，把装模作样的一面留给外人。”我娘后来跟着我祖母学习如何做好一个主母，学习如何与京中人来往。渐渐的，我娘也得到了一些趣味。管家如掌兵，也得用上兵法36计；跟京中贵妇人来往，也得审时度势，好比与敌人奸细周旋。日子久了，我娘便适应了京中生活，也算是如鱼得水。我听完想了想，说道：“娘是告诉我，这人生在世，总得装一装，毕竟日子是自己的，世道是不由人的。强龙不压地头蛇，
我这只漠北的鹰隼来了京城就得装小鸡。我娘扑哧一笑，也算是这个道理。我表示明白，没问题。我早就经历过生活的毒打，能屈能伸。现在的我就像是外面的流浪猫，装模作样一刻钟，荣华富贵15年。家猫有家猫的活法，流浪猫有流浪猫的过法。就好比我娘教我的，旁人问起我平日里的喜好，我就说自己喜欢读书，毕竟七侠五义也算书。又有人问我流落在外多年怎么生活，我便说有个德高望重的师傅收养我，日夜修行。别人只会猜测我是跟着高人修身养性，哪知道我习的是杀人术。我娘说，总之胡乱应付2句，面子上过得去就行。我胸有成竹地说道。娘放心吧，我早年在江湖时跟着我师兄坑蒙拐骗，知道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保证不让人抓住我的错处。娘教你这些，并不是觉得你在江湖时的那些习气不好，相反，我的女儿在外面活得磊落大方，习得一身武艺，让我很骄傲。可娘经历过被人看轻、忽略、排挤，便觉得若我们装一下，便能避免这些，省事很多。我点点头，我懂，人活在世上，无非4个字：人情腐。我爹是礼部尚书，我娘又在京城是数得上名号的贵夫人，我还有家世显赫的祖父祖母，待嫁的姐姐，将来要议婚的弟弟。我这个嫡次女，总得做些表面功夫，不让外人看清我。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我们这些人都是一根藤上的葫芦。我娘见我如此通透，欣慰地笑了笑，她又仔细问了问我在漠北救康王的事情。我言简意赅地说道：那时我们中了毒，都半死不活的，瞧不清彼此样貌。后来我带他逃脱后就晕了过去，再醒来后他就被家人带走了。被困时他给我的玉佩，我也不甚遗失。我娘听了，思忖了一下，问道：那时跟你们一同逃出来的，还有旁人吗？我想了想，说道：应该还有5个人，其中还有个姑娘，我目不能视，只隐约听到她哭过2声。后来她闭口不言，却沉默地照顾过我。想来是个临危不惧的性子，能沉得住气。我娘发了一下呆，而后问我：对你的婚事你怎么想？我当然觉得嫁给康王最好。我跟弟弟打听过康王了，简直是我嫁人的首选。他身子不好，却有权有势，我若嫁过去，他早早病亡，我就能做个望门寡。有钱有势的寡妇，谁都不敢管我。在京城，嫁人是头等大事，嫁了人再守寡，便自由了。虽然我觉得守寡跟单身是一个道理，可旁人不这么认为。单身是不健全的，守寡的人生却是完整的。这世道就是这么古怪，我对抗不了这世道，只能顺势而为，尽量让自己过得顺心点。想到这里，我说道：娘，我去跟康王讨债，他若愿意娶我，我就嫁了。我娘却说道：定北侯府才是1等1的好婚事，他家人口简单，侯夫人性子和善，不会苛待你。定北侯又是武将出身，规矩少，最适合你。所以明日我一定会撮合你跟世子，争取让你顺利嫁过去。我想起长姐落寞的神色，不由得说道：可是长姐很想嫁给世子。我娘叹了口气说道：若是必须委屈你们一个，那也只能是你长姐了，毕竟你才是娘的亲生女儿。我跟娘聊着天，听到一点动静，立刻看向门口处。没多久，弟弟提着食盒过来，诧异地问道：长姐比我先一步来的，他人呢？我跟娘便知道，刚刚长姐肯定听到我们聊天了。我心想，明日赏花宴，我就当着世子跟长姐的面说清楚，我绝不会做那个恶人，坏了他们的姻缘。我头一次参加贵人的赏花宴，只觉得晕乎乎的，实在是花团锦簇，人美景美。这京城风水当真是养人啊，男男女女的都十分灵秀。老天啊，我过去10多年过的都是啥日子啊？我弟弟戳了戳我说道：别色眯眯的瞧着别人。说罢，他递给我一把扇子，低声说：实在想看，挡着点。我娘说，赏花宴也是一种相亲宴，每到春夏之日，宴席不断，也是给年轻的男男女女们相看。我弟弟遥遥地往楼阁的方向望了一眼，他好奇的道：往年这种宴席，康王殿下都不来的，不知为何今日却来了。我看着桌上各色糕饼点心，食指大动。我弟弟见状，拿了一块给我，提醒我吃得斯文些便好。于是我斯斯文文地吃光了一桌子点心。我弟弟赶紧让下人又端上来一桌，他小声说道：你这也太光明正大了，悄悄的，这个桌吃1块，那个桌吃2块，便不会太明显。我了然，于是我每个桌都喝一壶果子酒，喝到最后微醺。我弟弟看了看我微红的脸，无奈道：二姐，快去湖边吹吹风，散散酒气。娘去找定北侯夫人了，等会儿肯定会唤你前去的。他怕被人瞧见我失态，带着我去了一处清静无人处。我躺在花丛里，往脸上盖上手帕，开始呼呼大睡。睡着睡着，我听到了一个愤怒的声音：是自幼与他定亲，
可我等了他那么多年，已经仁至义尽。阿鸾，你别哭，不论我爹娘作何打算，我绝不会娶她。我抬头一看，长姐跟一个长相清俊的贵公子站在一起，正是我那素未谋面的未婚夫定北侯世子裴荣川。哎，我总觉得裴荣川瞧着有些眼熟，很像我救过的那个贵公子。当时我跟贵公子都中了麻痹无感的毒，眼睛、喉咙、耳朵都不好使，不然的话，只凭着长相跟声音就能找到对方了。长姐轻轻擦了擦泪，凄惶地说道：“世子是清楚我的身世的，家里要如何抉择，我只能顺从。妹妹自幼长在漠北，受尽了委屈，把婚事让给她，也是我应当做的。”我听这话怎么怪怪的？什么叫只能顺从？明明爹娘跟长姐说过的，只是先让我见见世子，若我跟世子彼此都无意愿，就作罢。裴荣川气闷地说道：“他受了委屈，便要拿你的婚事弥补吗？当初若不是你将我从沙匪窝救出来，我早就死了。让他嫁个牌位去吧。”长姐闻言哭得更厉害了。裴荣川便立刻说道：“怪我又提这件事情。”长姐摇摇头劝道：“我不后悔救了世子，只是旁人若是知道我曾经落入过沙匪窝，只怕会传出些流言蜚语，坏了我的名声。”他们又说了几句下人来唤，就一道走了。没多久，弟弟也来找我，我就跟着去了。到了荣安堂，走到门口时，听到我娘在跟定北侯夫人说笑。侯夫人感慨道：“我们一起在漠北时，荣川总是喜欢跟星照玩，整日问我他们什么时候能永远住在一起。我跟他说，等长大成了亲，荣川就日夜盼着自己长大。若不是造化弄人，他们早就成了一对恩爱夫妻。”我娘叹道：“谁说不是呢？”裴荣川绷着脸说道：“娘总是提这些我都记不清的老黄历了。听说陈兴照是为了他师兄才进京的，两个人青梅竹马，朝夕相处，还不知道其中有多少隐情。”我娘锐利的目光投向我长姐，这种隐秘的事情必定是我长姐说出去的。侯夫人本来高兴的神色微微淡了一些，长姐神情倔强，跟我娘对视着。我看到这一幕，心想何必闹成这样？我倒是没有一点怨怪长姐的意思。对于长姐而言，她只是想要把握住属于自己的幸福，只是一个男人而已，又不是一把宝刀，没什么好争抢的。弟弟见我沉默不语，立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，他轻声说：“二姐，长姐平日里并不是这种搬弄是非的人，她可能只是有些患得患失。换了谁都可能患得患失吧，毕竟我没回来时，长姐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”她已经把自己当成了爹娘的亲生女儿，如今我回来了，她需要时间去适应。我摇了摇头，示意弟弟我不会跟长姐起冲突。在江湖漂泊多年，我见惯人情冷暖，早就过了因为一点事情就怨愤的年纪。毕竟我若是怨愤，就会拔刀飞伤即死。我走进去，大大方方地跟侯夫人请安。她瞧见我，眼眶一红，立刻送了我一个镯子，感慨道：“是星照，真的是星照，这双乌润润的眼睛，笑起来又讨喜又漂亮。12年了，依稀还能看出幼时的漂亮模样。”我流落在外时，常常梦到有个良善貌美的夫人给我打杏子吃。后来问了我娘，才知道夫人在漠北时有一棵杏子树。今日见了夫人，便觉得心里亲悦，又想吃杏子了。侯夫人落了泪，抱住我好一顿亲近。你呀，自小是个坐不住的活泼人儿，整天跟着你伯伯去军营里玩，骑马射箭，什么都要试试。玩了一天懒得回家，就缠着我睡。在我家时，日日惦记着枝头的杏子，夜里做梦话都在喊：“伯母啊，看好我的大黄杏儿，别被鸟雀啄了。”我听着听着也忍不住落了泪，往昔如梦都模糊了。可我能想象得到幼年的我是如何的受宠爱。侯夫人唤裴荣川过来，裴荣川盯着我失神，他禁不住说道：“你与你长姐容貌很像。”长姐抿了抿嘴，低头摸了摸身上的玉佩，那是裴荣川给她的定情信物。就在我们两家叙旧之时，康王忽然来了。他一进来便觉得整个厅堂都亮了3分。我从未见过如此清透出尘之人，穿着一身青衫，披着白色披风。他微语先笑，宛若一阵清凉的风，能够涤荡一切浊气。我仔细一看，也觉得他有些眼熟，我不由得说道：“裴少子跟康王殿下有点像。”我娘一时间有些紧张，怕我失了礼数。康王却温和地说道：“我跟荣川是表兄弟，姨母与我母后是孪生姐妹。”我看到康王腰间佩戴着一枚玉佩，跟我前些时候遗失的信物很像。我犹豫了一下，问道：“便半年前去过漠北吗？您的玉佩可曾赠过他人？”康王尚未说话，裴荣川惊异道：“陈兴照，你半年前也在漠北，也曾得到过这样的玉佩吗？”就在这个时候，张姐怎么了？张姐身子一晃，险些晕倒。裴荣川赶紧扶住她，
长姐脸色苍白的说道：“我还好，就是在漠北救你时伤了身体，还未养好。”裴荣川顾不得许多，赶紧带他去休息。康王这才看着我，温润的说道：“半年前我到过漠北，不仅如此，我还见过姑娘。那时你在我的院子里养伤，梦魇之中还抓伤了我的手。”他说着挽起袖子，手腕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，这不全对上了？我就是康王的救命恩人啊！他可是亲口说过的，救命之恩愿意以身相许。我暗示他，康王殿下，我到了婚嫁的年纪，爹娘都在为我相看呢。康王十分上道，对着我娘客客气气地说道：“陈夫人，半年前云逸在漠北与陈姑娘结缘，回京后忆起往昔，辗转难眠，才知相思刻骨。陈夫人既然在为陈姑娘相看，不知您觉得小侄可能入得了您的眼？”我的天哪，听听这番话说的太漂亮了！我又瞄了一眼康王，我这个未来夫君不仅说话漂亮，人也长得很漂亮啊，也不知道其他地方漂不漂亮。我没想到康王这么信守承诺，当天答应了要娶我时，我娘还没有一口应下，只说要跟我爹商量商量。结果他直接问道：“夫人可是怕我身子不好，早早亡故？”我娘神色尴尬，赶忙说：“不敢不敢。”康王便说：“这些年小侄的身子骨康健不少，夫人大可请大夫为我诊脉。婚前我可写下承诺书，保证绝不纳妾。若是我辜负二姑娘，那便让我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婚后我会将王府私库都给二小姐，还可请我母后下一道懿旨，若将来二小姐与我不和，可自由离去，绝不干涉她。”这话说的真诚极了，我娘都有些动容。我嘚瑟的想着，康王给我许下多少厚礼都不为过，毕竟当初为了带他这个废物出来，我后背都被砍了一刀。我利索的说道：“娘，不必跟我爹商量了，这门婚事我同意了。”我娘无奈的看了我一眼，她见我这么高兴，只能说道：“你跟殿下出去看看花吧，不必陪我们在这里闷着。”康王走在我身侧，我们一道出了门。我没想到他是那样引人注目。我们并肩走到花园，原本喧闹的园子立刻静了静，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的看过来。我不由得探头看了看湖面，打量一下自己身上可有不妥之处。康王低声说道：“二小姐莫要见怪，我这些年从未跟女子一道走过，所以大家才惊奇的看你。”闻言，我立刻站好了，看吧看吧，没错，就是我要嫁给这个大美人了。我见大家的目光来回探究，干脆转了个圈，让他们看得更仔细一些。也不知道谁扑哧笑了一声，这陈二姑娘倒是有趣极了。有个明艳张扬的大美人走过来，她朝着康王行了礼。美人笑着问道：“小叔叔，您怎的跟陈二姑娘一道过来的？”我认出了她，弟弟来时给我说过，这是当今皇后唯一的女儿，袁家公主。康王瞧了我一眼，似乎在犹豫着怎么说。我点了点头，康王脸上立刻露出一个清雅的笑容。陈二姑娘是我的未婚妻，我们走在一道，有什么惊奇的？袁家公主惊呼一声：“天哪，未婚妻！我没听错吧？我一直以为小叔叔会出家做个道士呢。你成婚还跟陈二姑娘成婚，当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”他瞧瞧我，又说：“陈二姑娘看起来可不像是喜欢小叔叔这种病秧子的。”我听了忍不住笑问：“是吗？公主觉得我会喜欢什么样的男子呢？”袁家公主煞有介事地分析道：“你呀，是个很有意思的人。我刚刚可是眼睁睁瞧见你吃了一桌子点心，不卑不亢的，想来是个不惧流言的人。你走路脚下带风，头上的步摇却只是微动，裙摆的幅度都很小。这样的身姿步态，我在母后的五官统领秦姑姑身上见过。可秦姑姑是大内高手，那你必定武艺超绝。”你进了园子后，看起来对什么都好奇，眼底却无甚波澜，说明你看起来是个明媚的性子，其实心是冷的。可为何如你这样年少的姑娘，有颗冰冷不为世俗所动的心呢？袁家说到这里，咬了一下嘴唇，露出迟疑之色，不再说下去了。我笑着接了一句：“因为我吃过太多苦，寻常的锦绣繁华早就无法打动我，对不对？”袁家公主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她竟然显出几分局促不安。小叔叔，我不是有意这样对陈二姑娘。不，嫂嫂，快饶了我吧！小叔叔动怒，我是承受不住的。我扭头看看康王，倒是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之处，他还是那样和煦如春风。康王温和地说道：“袁家，你只不过是跟太傅学了一点相人之术，却在这里妄加评判他人，可曾想过旁人是不是愿意让你评判？”袁家公主瞄了我一眼，目露哀求之色。我笑了笑，折了一朵盛开的芍药花簪在袁家公主发间。我欣赏了一下，感叹道：“公主有句话说错了，我啊，不是不会被世俗所动。见了公主这样国色天香的大美人，我也觉得心动。”
满园春色，锦绣繁华，不及公主半点容色，所以，我这颗心倒也没那么冷。袁家公主的脸蹭一下就红了，她匆匆跑开了。我跟康王一路散步，去了僻静些的地方。忽然听到康王问我：“我呢？”我抬头茫然看他：“你什么？”康王抬手摘下我鬓发间的花瓣，轻声问道：“人人说我这样貌世间罕见，陈二姑娘有没有为我所动？”他这样问着，脸色微红。我实在是忍不住，试探地抓住了他的手。康王没有躲避，反而立刻更靠近了我一些。康王问我：“这一路上，二姑娘看了许多次我的嘴唇，不知在想什么？”我脱口而出：“当然是想亲了。”康王立刻坐在一块大石头上，仰头看我，双眸清润地说道：“四处无人，二姑娘随意。”回家的路上，我坐在马车里发呆。弟弟好奇地问我：“二姐，你是摔了一跤吧？嘴巴都磕伤了。”他话音刚落，我娘便剧烈地咳嗽起来。弟弟赶紧给我娘倒茶，就连长姐都面红耳赤的，唯有我笑眯眯地稳坐泰山，心情是真好啊。当时我捧着康王的脸，本想浅尝辄止，省得唐突了人家，谁知道亲上去以后，觉得他嘴唇清凉宜人，根本放不开手。我依依不舍地要放开他时，他却抓紧了我的手腕不肯松开。康王嗓音沙哑地说道：“二姑娘，我怎么觉得亲吻不是这样的？”他越说脸越红。二姑娘别误会，我没有经验，只是听旁人说过。他没经验，我也没有经验啊。但是我见多识广，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吗？混迹江湖多年，什么三教九流的东西我没见过。我师兄有过几段露水情缘，他还劝我：“小五啊，人生在世，及时行乐。”我倒是想行乐，可是你知道混江湖的都是些什么臭男人吗？要么是10天半个月不洗澡的，要么是从不刷牙洗脚的。我有时候燥得慌，只能自己跑到湖里游泳。师兄调侃我：“我们小五年纪大了，是得有个男人照顾你，可惜啊，你眼光高。”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命运会用残次品不断诱惑你，只要你不断拒绝，命运就会拿出你真正喜欢的礼物。想起过往那些个什么少庄主、剑侠，只不过拉过小手，搂个肩膀，实在下不去嘴。我见康王这么纯情，清清嗓子低声说道：“那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一些吗？”康王垂下眼眸，吐出4个字：“请你尽兴。”尽兴？我可太尽兴了。康王把我迷得神魂颠倒。不行不行，我娘要是知道了，会打断我的腿。康王的手托住我的腰，他狼狈地说道：“二姑娘，对不住，我唐突你了。”我俩对视一眼，纷纷红了脸，沉默不语地往外走。分别前，康王问了我一句：“二姑娘，觉得满意吗？”我矜持地说道：“快点敲定婚期，还有往后叫我小五便是。”康王轻轻笑了：“好的，小五，你若不嫌弃，唤我一声云逸。”云逸这名字真好听啊！一到家，我娘就急急忙忙地把我拉到内宅去。她上下打量我一眼：“没吃亏吧？”我摇了摇头。我娘松了一口气，骂道：“康王是个洁身自好的，清心寡欲的，早年被太后催得急了，干脆到山上清修，谁知是个这样的，把你咬成这样。”我心虚地想着，为了避免我被娘亲数落，还是让萧云逸背了这口黑锅吧。原想着萧云逸是王孙贵胄，规矩繁琐，定亲的事情要一些时日。结果我们刚用完晚膳，宫里就来人了。太监带来的赏赐满满当当的占了一整个院子，光是念礼单就足足念了1刻钟。太监笑盈盈的谦卑说道：“奴才见过二姑娘，这些是太后娘娘让奴婢送来给您日常用的。娘娘吩咐了，康王殿下催得急，但是礼数却不能废。明日他在正式遣人来下聘。”我爹娘连连点头说好。等太监走后，我看弟弟盯着一把弓箭，便拿起来送给他。弟弟惊喜地说道：“谢谢二姐。”我娘看了那些礼物，心情复杂地说道：“你与康王在漠北相识，他知道你是江湖儿女。今日这些礼单，有名贵的弓箭，疗伤的圣品，想来都是殿下细心为你准备的。”我看着许多药物都是去疤换肤的。我在康王别院昏迷时，他应该是知道我身上有许多伤疤。我爹也赞叹道：“殿下是个有心人，知己知彼也好，将来星照嫁过去，省得受拘束。”一家子欢欢喜喜，唯有长姐失神的站在一旁。我娘赶忙拉过长姐，笑道：“过2日啊，把你的婚期也定了，咱们也算一门双喜。”长姐强颜欢笑道：“都听娘的。”我思忖着，有些话藏着掖着，就像个疥疮，不如说明白了。我对长姐说道：“姐，我跟裴荣川绝不会有任何瓜葛，你踏踏实实的过自己日子，别总是伤春悲秋的。你貌若天仙，性子沉静，聪慧有加，不管嫁给谁，都是对方的福气。”长姐看着我，目光泛泪，
他拉着我走到花园寂静处，长姐静了许久，轻声问我：“星照，你认出我了是不是？”我沉默了。在沙匪窝时，我中了毒，只能看到模糊的影子，但听觉却更加敏锐，故而我听到长姐说话时，就认出了她的声音。她就是当时躲在暗处低声哭泣的那个姑娘。当初我们能逃出沙匪窝，那个姑娘也提供了不少帮助，起码是她以色诱人，才让沙匪放松警惕。长姐也是漠北长大的儿女，虽然被京城的规矩驯服了一些，可她的底色不变，懂得变通，有胆气，有智慧。长姐失魂落魄地说道：“果然啊，偷来的东西一眼就能让人看穿。”我拍了浅她的肩膀说道：“人生在世，短短几十年，活个痛快就好。既然做了，那就别瞻前顾后。况且，就算没有你，我也不会嫁给裴荣川，我瞧不上他。”长姐却擦了擦泪，笑叹道：“你呀，安慰我罢了。如你这般洒脱的性子，就算嫁到侯府，也一定活得如鱼得水。星照，谢谢你没有拆穿我。我真的很喜欢裴荣川。刚来京城时，我因为漠北口音遭人奚落，是他给了我许多鼓励，支撑我走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。我故意吓唬他：“那姐姐可一定要过得幸福啊！我既救了裴荣川，他这条命就是我的。若他敢辜负你，我给他一刀。”说着，我朝着下身比划了一下，长姐一下子就笑了。她低声说：“康王冒领恩情，也不知是何企图。倒是你，既然知道康王并非你救的人，又为何在慈安堂试探一番？”我摸摸发热的耳朵，嘿嘿笑道：“见色起意，撒个饵，没想到直钩他也咬啊！”长姐瞧着我的眼神有些羡慕道：“你的洒脱直率，真令人羡慕。小五，这件事情是我对不住你，虽然你不与我计较，但我记得这个恩情了。”我笑笑，没有接着话。在我过去12年的人生中，我失去了太多温情。我不想让我爹娘还有弟弟因为姐姐的婚事左右为难。婚姻对姐姐而言是头等大事，对我而言只是可有可无的装点品。人这一生要争要护的东西太多，让别人几分又有何妨呢？我想起刚回家时，姐姐亲自下厨为我做漠北的菜肴，她不言不语，其实为我做了许多贴心之事。这些比起一个从未相处过的未婚夫更加珍贵。我跟长姐的婚期都定了，她比我早出嫁半个月。长姐性子沉稳，早早在家给自己绣红盖头。我爹娘整日忙得团团转，总觉得很多事情都做得不够尽心。弟弟也忙得团团转，因为我爹娘看不得他闲着，唯有我闲人一个，每日睡到日上三竿，起床吃饭洗午，然后换一身衣裳溜到康王府去。大门懒得走，规矩多，我便习惯了翻墙。结果今日翻墙进去，跟裴荣川撞个正着。他目瞪口呆地说道：“男女成婚前是不可以相见的，你来做什么？”我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偷东西。”裴荣川左右看看，吓了一跳：“你疯了！在王府偷东西，让侍卫逮住怎么办？”我胸有成竹地说道：“除了萧云烨，没人知道我偷了东西。”裴荣川惊奇地问道：“你要偷什么？”我瞧着萧云烨朝我这边走过来，朝他打个呼哨，惬意地说道：“偷腥啊！”裴荣川脑门上青筋暴起，看起来很想锤死我。我过去拉住萧云逸的手，神神秘秘地说道：“今夜咱们去永安河坐船，给你个惊喜。”后面裴荣川追过来，气道：“表哥，不是我说，二姑娘实在是油腔滑调了一些。”萧云逸将我挡住，不冷不热地说道：“她如何关你什么事？”裴荣川听到以后，看我一眼，语塞，他仿佛下定了决心一样，咬了咬牙说道：“表哥，今日我来找你，实在是有一件要紧的事情。当日我在漠北醒来时，你跟我说是青莹与我一道逃出来的，这话可曾作假？”萧云逸淡淡的说道：“自然不假。陈大姑娘受了伤，昏迷不醒，你中了毒，人事不省。”裴荣川冷笑道：“表哥说话总是这样含糊不清，半真半假。我只问你，当日陈星照是不是也在你的别院养伤？”我总觉得那日救我出来的人其实是他。我把玩着萧云逸的手指，闻言看向他：“说话别磨磨唧唧的。是我不是我，你又待如何？我就不信，你当真是为了什么恩情不恩情的，就能决定娶不娶一个人？跟你青梅竹马10几年，知根知底的人是我长姐。他为了跟你的婚事，欢欢喜喜的在绣盖头，你又在这里疑神疑鬼的做什么？有那个闲工夫，你不如带一束花钻我家的狗洞去见见他。”裴荣川被我好一通数落，恼怒道：“你怎么是个炮仗性格？说两句就急眼。若真是你，我也不可能娶你。你这样的人实在是野性十足，不好相处。”我笑了：“巧了，我也不会嫁给你，更何况我不会认错人，我要嫁的就是萧云逸。”裴荣川被我气得转身就走，他走了几步，脚步一顿，自暴自弃地吼道：“你家狗洞在什么方位？”我大笑起来：“东南
处的巷子里。待他走后，萧云逸忽然说道：“小五，你是不是喜欢性子活泼些的男子？”我诧异道：“怎么忽然这么问？”萧云逸看着我，半晌才说道：“你跟荣川在一起，比跟我在一起话多。”我往他脸上看了一圈，脸一热的说道：“咱俩在一起时嘴都站着呢，哪有说话的时间？”萧云逸的脸也慢慢红了。我俩每次待在一起，不知怎的，一开始都是说正经事的，说不上几句话，好端端的就黏在一处了，真叫人苦恼啊！日子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长姐前脚嫁人，裴荣川与她一起回门，看他神色，应该是幸福的。裴荣川看着我长姐的眼神，带着他都不察觉的温柔，而长姐一提起裴荣川的名字，眼里就带着笑。明明是两情相悦的一对璧人，怎么就偏偏为了一个救命之恩的名头这么纠结呢？难道那么短短几个时辰的患难与共，抵得上10多年的感情吗？我跟弟弟躲在一起，看小两口跟我爹娘说话。弟弟悄悄说道：“荣川哥早就喜欢长姐，可他一直不承认。无非就是定北侯夫妇总是跟他说，若是二姐回来，他要娶你的。所以这些年，他跟长姐2个人彼此压抑，克制手里，从未越界。”我恍然大悟道：“所以呀，有了个所谓的救命之恩以后，裴荣川一下子就有了借口，能够名正言顺的求娶长姐了。”弟弟从我手里摸了一把瓜子，深以为然的说道：“我觉得是这样的。”我俩鬼鬼祟祟的说起他们。长姐跟裴荣川走了过来，长姐把弟弟支走，他们2人对视一眼。长姐握住我的手，眼里带着点泪光，说道：“小五，新婚夜时，我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荣川。”裴荣川有些懊恼的说道：“我才知道青莹为着漠北的事情愧疚伤怀。我哪里真会为了个救命之情就赔上终身呢？正经要报答，该许下1000两银子才是。我当时说救命之恩愿意以身相许那句话，是因为我真把你当成了青莹，只是那个时候我怕青莹并不愿意，也故意含糊着，没有询问彼此的身份。难怪当时这小子一提报恩就要以身相许，我那会儿还暗自骂他，净给一些没用的东西。原来是把我错认做了长姐啊！”我伸出手去，理直气壮地说道：“给钱。”长姐还真给了我一些田产地契，她温柔地说道：“这些钱财给妹妹添庄，望你能够过得幸福。”裴荣川有些不忿地说道：“我当时听到表哥跟我说救我的人是青莹，欣喜若狂。现在想想，在漠北时他就对你有了心思，这才故意误导我。还好我对你没意思，否则岂不是一桩错缘？”我发现这个人是真不会说话啊！裴荣川也发觉了，赶紧对我长姐说道：“不是错缘，青莹，我心里有你，一直有你的。只是以前你对我太过客气，我以为你对我只有兄妹之情。”长姐红了脸说道：“那时我一心想着你要做我妹夫，不敢有丝毫奢望。后来从漠北回来，情难自抑，这才犯下大错，撒谎冒领恩情。”不算冒领啊，你那时也在沙匪窝，帮了我们很多。这里哪还有我的事儿啊！我默默地走了。终于盼到我成亲了。新婚夜，我左等右等，终于等到萧云逸回来了。他喝了些酒，匆匆去沐浴回来。我俩并肩坐在床上，竟然一时间无话。我拿出一颗小药丸，默默地递给他。我清清嗓子说道：“你别怕，谁都有这一天，但我这个人呢，还是挺注重的。我怕你身体不好，扛不住，先补补。”一向被我的节奏带着走的萧云逸，这次竟然主动了。他把小药丸一扔，朝我就扑了过来。我俩睡到后半夜，我忽然听到外面响起一阵短笛声，我唰的一下子睁开眼睛，翻身而起。萧云逸也立刻醒了过来。我晃了晃脑袋，穿上衣服就往外走。萧云逸紧跟在我身后。我匆匆出了门，循着笛声到了后门，门口处放着18坛女儿红，是我师兄来了。他抱着剑，一身青衣落拓。萧云逸站在我身边，忽然紧紧握住我的手。我看着师兄，眼含热泪，正要开口，忽然之间，从王府窜出无数暗卫，将我师兄团团围住。我师兄噌的一下子就举起了手，大吼道：“我不是来抢亲的！公动手，别对准我！我不是陈小武的情人！”他的剑砸到脚上，哇哇大叫着。我赶紧说道：“云逸，他是我大师兄，你可以把他当成我爹。”萧云逸紧绷的身体这才微微松懈下来。师兄，你终于舍得把自己的好酒都送给我了。师兄摇头叹道：“陈小武啊，你个讨债鬼！老子正乐呵呵的跟人调情呢，就收到了你的来信，说是要当王妃了。”师兄笑了笑，摇摇对我说道：“咱们小武也算是王孙贵胄了啊！师兄这个江湖人，不能丢你的脸。来时，我去老二、老三还有老四坟前上了香，把你的喜事告诉了他们。”我想起擅长用毒的二师姐死在了一个恶贯满盈的大盗手上，还有总是笑眯眯的三师兄死在了追击水匪的路上。至于我的四师兄，我找到他时，
他被围剿的只剩半口气，死在了我的怀里。大师兄总说，我们做赏金猎人的就是这样，不知明天在哪里，不需太难过，因为路还要一直走，等走到了尽头，总会再相遇。大师兄仰着头，擦了擦脸。好了，小五，明天你生辰，再会。他的背影消失在月色下，我抱起一坛子酒，喝了一口。萧云逸问我可以请你大师兄到六扇门任职，他在京城安家，这样你们师兄妹二人便不需要分离。我摇了摇头说道：朝廷江湖两不相犯，这是规矩。我们赏金猎人虽然吃的是官家饭，可还是江湖人。更何况，只要我活着一日，我大师兄就永远有家。他需要的并不是一座房子。大师兄，盼着明年生辰再见。若不见，那蛇蝎女必定会重现江湖，为你报仇雪恨。我这话说的掷地有声，觉得江湖义气十足。谁知1年后，我大师兄来了，他竟然装模作样的呈上拜帖。我目瞪口呆。大师兄舔着脸说道：师妹，能不能让妹夫给我开个后门，让我去六扇门任职啊？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子，总得有个正经营生业才能够娶人家。我惊了。师兄，你不是从小就教导我朝廷江湖两不相犯，让我不要羡慕六扇门的捕头吗？大师兄老脸一红。其实赏金猎人谁不想上岸吃公粮呢？可人家六扇门不是看不上咱吗？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你懂吧？我还没应声呢，萧云逸回来了。大师兄上前去，一口一个妹夫的。萧云逸沉吟了一下，说道：师兄若是要做六扇门总捕头，有些困难，毕竟总捕头有调兵之权，需要慎重。不过做个统领……我大师兄立马说道：不必，做个小小的铜牌捕头便可以。萧云逸拉着我的手问道：可委屈了师兄。我翻了个白眼，让他滚！大师兄立刻依依不舍地拿出自己的暴雨梨花针。师妹，送你了。我从善如流地揣到袖中，笑眯眯地说道：铜牌捕头可以了，有什么前程让他自己闯荡就是。等我大师兄美滋滋地走了以后，我拿出暴雨梨花针把玩着，这可是我师兄的心头肉啊！若不是他出身唐门，根本拿不到这种珍贵的暗器。我那时为了得到这种暗器，甚至潜伏到唐门勾搭了一个嫡系弟子，结果人家知道我的意图后，气得昭告所有唐门，不得给我任何暗器。遗憾，真是遗憾。哦，如此珍贵吗？我连连点头。是的，你不是江湖人，不懂。结果没过多久，萧云逸指着满院子的暗器问道：唐门所有暗器我都让人送了一份，你瞧瞧，还缺什么？我惊得下巴都掉地上了，哆哆嗦嗦地说道：你该不会把唐门给一锅端了吧？萧云逸无奈道：六扇门与江湖门派多有来往，我发话要些暗器，他们谁敢不做？萧武，你别忘了，你夫君是当朝王爷。我高兴地捧住他的脸，吧唧吧唧亲了好几口。在我欣赏那些暗器时，萧云逸走到我边上，漫不经心地问道：唐门送暗器时，特意提了一句，绝不能给一个叫陈小武的女子使用。夫人，为夫很好奇，你当初到底怎么欺骗了人家的感情，让唐门恨之入骨？我随口说道：哦，倒也没什么，就是为了多拿到几种暗器，一口气跟唐门5个弟子相好了，害得他们同门打起来了。唐门长老气得在门口贴了告示：蛇蝎女陈小武与狗不得入墓。萧云逸沉默了一会儿，循循善诱道：夫人，我们成婚时，我写了若是移情别恋，天打雷劈不得好死的誓言书，不如你也写一份，若是移情别恋与旁人相好，你师兄就天打雷劈不得好死。我一阵为难。萧云逸见状，淡淡的说道：既如此，今夜夫人不要进我房，我伤了心，需要冷静自愈。这哪能行啊！我赶紧说道：我写，反正大师兄命硬，我在外面总是拿他发誓，他还活得好好的。萧云逸珍重的收好誓言书，温柔的说道：夫人真好，今夜咱们一同去西山别院泡温泉好不好？我想起上个月泡温泉的事情，兴奋的血液都热了，结果鼻子不争气，蹭地就流鼻血了。萧云逸赶紧给我擦了擦，无奈的低声说道：这次你悠着点，上次把我的脖子咬的全是伤，害得我许久都无法出门做事，我皇兄都派人来问询了。那能怪我吗？上次萧云逸穿着一身薄纱，坐在月下为我抚琴，温泉的水蒸腾着，身体热，心也热。本来我浅尝辄止，想着跟他好好看看星星，结果他浑身湿漉漉的，披着纱衣坐在石头上饮酒，仰着头看月亮，酒水顺着喉结滚动下去都不自知。后来他喝多了，咬着一颗葡萄送到我嘴里，还歪着头问我甜不甜，我哪能忍得住啊！我贴过去亲了亲他的嘴唇，心猿意马地说道：今日天气好，咱们去小花园玩好不好？萧云逸为难地说道：
可夫人不是要看暗器吗？我哄着他往小花园走，根本顾不上什么暗器了。直到看见萧云逸浑身沾满花瓣，躺在小花园的帐篷里，我才头昏昏地想着，哎，不是说要看一天暗器的，怎么又这样了？他细细地为我涂抹着祛疤的药膏，萧云逸的手指在我后背上的疤痕留恋着。当初你为荣川挡了一刀，如今这疤痕快看不出去了。我与裴荣川那点破事儿，后来我也跟萧云逸说清楚了。他这个黑心大尾巴狼，早在漠北时就看上了我。难怪师兄受伤后，所有人都说只有京城能治。难怪我进城以后，很快就从各路流言中猜测我是陈家失踪的女儿。这一切都是他在暗中使力。我勾着他的脖子，懒洋洋地说道：“800年前的老陈醋了，就别吃了，乖乖。”萧云逸听了这个称呼，嘴边有一丝笑。我们相拥在一起，静静地睡去。